Hello， 大家好啊！这一支影片会说明怎么调出棕色。我会介绍我的调色成分表，用简单的表格看清楚颜料调色的比例，也会分析棕色系列的颜料和调出来的棕色有什么不同。各位就可以去判断买哪一些颜料更适合自己。之后的影片会运用褐色系列的颜料画美洲狮还有金背鸠。那我们就开始介绍。调出棕色的成分一定会包含三原色，黄色与红色是主要的成分，可以是平的橘，也是偏黄的橘，都可以当做基底。看一下这个调色比例表，它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表格，但可以有效的看出红、蓝、黄哪一种颜料的成分比例较多。我这里大概演示一下。完整制表的过程会另外再出一支影片。好，我们来看这一格，我用耐久玫瑰红、柠檬黄、群青这三个颜色，目标就是要调出一般常见的棕色管状颜料的颜色，例如土黄色、深赭色、深褐色、熟赭色、熟褐色、凡戴克棕。我们以明度浅一点的黄色为基底，越往上越多红色，越往右越多蓝色。柠檬黄先加玫瑰红，调出橘色，这就是我们的基础色。画在上面一点，这还是有一点偏黄的橘。再加玫瑰红，在中间的地方画我们现在调的颜色，更多的玫瑰红。这几个点可以帮我们定下一个基准。从黄色越来越橘，而且偏黄还有偏红的橘都有，明度也从高到低，因为黄色是高明度的颜色，慢慢加低明度的玫瑰红，产生比较低明度的调色，等等加入群青之后又会更低了。我们第一集色彩学的时候有说到，每一个色相都有它自己的明度，黄色的明度高，红色的明度低，蓝色的明度又再更低了。我们看到明度低就是比较深的棕色，通常都是蓝色和红色比黄色的成分比例多。好，我们现在回到表格，这时我们加入一些群青，让我们的橘色开始降低明度，颜色也稍微有一点点灰跟棕。这样的表格可以把颜色比例看得很清楚，不过我做的不是非常精准哦。大家有兴趣自己做的话，可以把比例成分做得更细致一点。我们现在多加一点蓝，可以看到变得像红棕色。接下来加蓝往右边画，这有一点像熟褐色。加更多蓝会有些像凡戴克棕，可是有一点偏太蓝。各位要调的话，可以不用加那么多蓝色。那我们就不花时间微调颜色，像我们现在这样记录大略的颜色比例，下一次要在调色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找出来所需要的成分。我们继续找另外4个颜色，也就是土黄、深赭、深褐、熟赭。因为这几个颜色比熟褐还有凡戴克棕更高，所以我们加明度高的黄色，减低红色与蓝色的成分。所以往下画是因为红色变少了，往左边画一点是因为蓝色也稍微的变少。这几个颜色还算接近深褐色，所以我们继续找土黄、深赭、熟赭，这些都是明度高的颜色，所以我们加黄加亮。因为加红，所以我们往上画，还是鼓励大家自己动手调看看哦，因为透过萤幕其实还是会有色差。这个区域算是熟赭的范围，我的红色加的太少，可以加更多的红色，让它更像熟赭。要调深赭和熟赭，其实重新用黄色加红色，慢慢调蓝色会比较快。调色的水分也要很注意，水分的多寡会影响显色。继续找土黄还有深赭。这一区的颜色还是比我们要调出来的目标深，所以我们重新调整明度，先沾黄色。加点红、蓝，大略调出土黄的颜色。蓝色还可以再多一点点，不过加蓝色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我们红色的成分少，黄和蓝的成分多的话，它就会开始有一点偏绿，所以我们慢慢加红，调回深赭的颜色。
深赭色可以先调到这里，其实蓝色的比例可以再减低，让它不要那么灰，红色、黄色再加多一点。以上这个表格是让我们可以确定知道，棕色系列其实就是以橘色为基底，添加蓝色。表格调出来的这些颜色，虽然与管状棕色系列的颜色不同，不过也是很好用的颜色。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明明直接买棕色颜料就好，为什么要介绍不同调色的方式呢？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表格啊，可以让我们观察调色比例的细微变化，并且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颜色。手部的肌肉也可以练习控制力。我有遇过有人没有想过调棕色要加蓝，可能调色时会习惯大动作一沾，结果笔上就吸走大半的颜料，调出来的颜色可能就是很明显的绿色、紫色等等，很多细微调色的变化就发现不了，这样会错过很多好用的调色比例。所以呢，刚刚的方形表格跟等一下要介绍的表格，不止棕色可以用，随着我们不同作画主题的增加，会用众多不同的红色啊、蓝色、绿色、黄色等等的颜料，它们各自也都有不同的色彩倾向，需要有调色表才会容易记录比例与结果。另外一个用不同方式调棕色的原因是，有某一些颜色可以调出比管状颜料更亮眼的棕色。我之前看到一本书上说，天然玫瑰茜草红加钴黄会调出比直接买深赭和熟赭彩度更高的相似色。天然玫瑰茜草红基本上是专家级颜料才有，不过有仿色的学生颜料是玫瑰茜草红色调，原料是不一样的哦。还有茜草深红也可以代替。等一下两个颜色我都会试用，可是我没有钴黄色，所以用隔黄代替。我用深赭来示范，画在旁边可以比对颜色。先用茜草深红加隔黄。茜草深红本身有一点偏蓝，明度也比较深，所以就算缺了三原色中的蓝色，它与偏红的隔黄相混，明度和彩度都会偏低，可以混出相似于赭色的颜色。中间这一段蛮像的，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调色比例。先沾黄，再慢慢加红，要慢慢来哦，不要像刚刚讲的大笔一沾就沾了一堆红色。好，这样子就完成。中间的那个是隔黄加永固玫瑰红，我们先跳过不讲，继续来看玫瑰茜草红加隔黄的调色。先从红色开始记录一下它的颜色，然后慢慢加黄。萤幕显示的颜色我有尽量调色，可是与实际看到还是有一点差距。这些调色的差别不是很大，我自己看起来最鲜艳的还是耐久玫瑰红，所以它调起来还是比较偏橘色。茜草深红在这三个颜色里面深沉一些，玫瑰茜草红介于这两者之间，这两个颜色调起来比永固玫瑰红更像深赭一点。这个用法的使用时机还是要看习惯和主题来决定。对于刚入门的初学者，不一定要这么买，我觉得颜料够用就好。当我们主题画的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了解更多颜料的特性，还有不同的色彩倾向、调色组合。这样循序渐进的解决问题，我想会学得更深刻。当然，如果你想要一开始就用茜草红加钴黄，那也 OK， 多尝试会让你的感官更敏锐、更有经验。这就依照个人的学习习惯来决定。回到刚刚说的色彩比例，要调出棕色的话，三原色都要有，只是黄与红的成分会比蓝色的多，这就是代表橘色、蓝色可以调出棕色。提醒一下，如果橘色加天蓝会比较容易调成绿色，因为天蓝偏黄，整个混合比例中黄色和蓝色偏多的话会容易变绿，所以加入蓝色时比例要很注意，或者要加稍微偏红一点，例如偏群青或钴蓝的颜色，才比较不会调成绿色。紫色也可以加黄色，这样也补齐三原色。加偏红一点的紫调出来会比较像深赭，如果再蓝一点，像画面上这样，会比较像土黄色。如果再更蓝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像绿色。
不知道看到这里会不会有人心里想说，那红加绿呢？这样也补齐3原色啊。那就要看是加哪种红哪种绿，偏黄的隔红加偏蓝的各绿可以调出红棕色。可是如果偏蓝的永固玫瑰红加偏蓝的各绿，其实调不出红棕色，会有一点像灰紫色。这些颜料的选择还有比例很微妙，所以了解颜色倾向很重要，而且要制作表格来记录。目前我们所有学调色的系列是从色轮作为基础，它上面就有不同颜色倾向。我有做色轮上的颜色互相调和的表格，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例如橘加上哪一种蓝会调成棕色。当然调色方法不只有色轮上的颜色，但有一个基准会比较不容易乱掉。这些图表会免费提供下载，让大家节省时间。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自己动手调调看。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或图表有帮助，可以按赞让我知道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或者可以播放完整个影片，这样 YouTube 会容易推广，帮助绘画教育更普及，也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不同的教学观点，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那我们接着继续看最简单最快速能画出棕色的方法。其实不用多说，当然是直接买颜料。我有土黄、深赭、熟赭、深褐、熟褐、凡戴克棕、黑赭、印度红、浅红。这时候大家心里可能会想问，这几个颜色全部都要买吗？普遍常用的是土黄、深赭、熟赭、熟褐、黑赭，它们个别有偏黄、偏蓝、偏红，明度也有高有低。我常用的是土黄、熟赭、深褐、凡戴克棕。我的购买角度是不太需要每个颜色都买齐，买常用、符合我自己的绘画主题，容易帮助我短时间调出颜色的就好。土黄加一些红，可以调出类似深赭和熟赭的颜色。深褐对我来说常用度不高，但它不好调，因为它有一点点蓝，又有一点点黄，所以需要花久一点的时间和精神调色。熟赭是很常用来调背景或物体的暗部，它很好使用，暖色的阴影也可以用它来调色。凡戴克棕和熟褐差异不是太高，如果真的要说什么差别的话，凡戴克棕看起来更黄一点点，熟褐和凡戴克棕我觉得择一购买即可。凡戴克棕颜色深，加群青或钴蓝的话，可以调出更深更黑的颜色，甚至可以调出黑赭的程度。印度红、浅红可能需要看每个人绘画的主题，我是不太常用到。通常我会用红色加一点蓝，调出类似的颜色就足够我使用了。用隔红当基底，印度红会偏蓝一些，所以加群青会比较好调。而浅红偏黄橘一点，所以加天蓝会比较容易。这些棕色颜料也可以做一个混色表格，用蓝色、紫色、绿色混看不同的效果，而这些效果会帮助我们认识不同颜色的变化，就可以在适当的地方用适当的颜色，因此画面才不会脏。以下我整理一个表格，梳理不同的调色状况，它不同的便利性仅供大家参考，不一定跟每个人的习惯或绘画主题相似。下次我会简单的画一支美洲狮，还有金背鸠，示范用管状的棕色系列颜料来调色。那我们下一次再见。